们，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安利一下国院的海外毕设项目。我们毕设去的是瓦伦西亚理工大学，就是 UPV。这个项目是由 UPV、北邮和 Queen Mary 三方合作的，所以大家会有2位导师，一个是 Queen Mary 的导师，一个是 UPV 的导师。答辩的时候呢，也是分别要在 UPV 和北邮答辩2次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项目体验吧。首先呢，我们是没有学费的，大家需要承担的就是自己的生活费。我换算了一下，大概我们的租房大概是300至500欧一个月，然后平常的生活开销大概是250欧一个月，所以折算下来，一共大家需要花4000至6000人民币一个月这样。我们大概申请的一个 timeline 是这样的，大概在7月初的时候呢，Cindy 会给大家发一封邮件，给大家介绍海外毕设项目，这时候就会给到大家很多的选题，然后大家如果有心仪的项目就可以开始申请了。申请的时候，大家需要把 CV 和成绩单都发给 Cindy。成绩这一块呢，我记得当时是Queen Mary 的成绩要求是75分以上，折算下来呢，大概就是 BUPT 的均分在85分以上左右。但其实我周围的很多同学，他们的 BUPT 均分在80分以上，其实就可以申请到这个项目了。所以说，大家如果对这个项目比较感兴趣的话，就大胆开始申请吧。Cindy 初审通过之后呢，会把你的资料发给 UPV 那边的导师。如果导师同意了的话，你就可以拿到这个项目来做了。如果这个项目申请的人比较多的话，可能会安排一个面试。那在瓦伦西亚的4个月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别，然后又很温馨的一个体验吧。我还记得当时我们早上起个大早就可以散步去海边看日出，然后早上就去实验室科研，然后中午我会和我的西班牙朋友吃饭，然后唠唠嗑什么的。然后下午的时候呢，就去健身房做普拉提、瑜伽，然后跳尊巴，偶尔去上西语课。然后傍晚的时候就迎着非常非常美丽的夕阳回家，然后晚上就回到宿舍跟室友们弄好吃的，然后就去 bar 听 live。然后我觉得西班牙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热情。我现在回国了，还和我的导师保持着一个比较密切的联系。然后昨天我的一个西班牙朋友还给我发了很长很长的一篇邮件的问候，所以我觉得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他们。我觉得这个经历真的是很珍贵，而且也让我很舍不得的。然后我这边呢也邀请了很多其他的同学来分享一下他们的 UPV 故事，可以一起来看一下。马来西亚呢是那个西班牙第3大城市，仅次于马德里和巴塞罗那，所以大家可能都没有再听说过这个城市。但是第3大城市就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既不是很发达，也不是很落后，就是你可以享受一些这些基本的一些就是服务便利啊，就是生活还是很便利的。然后想买个什么东西啊，想干什么就是出去玩啊，都有地方去。它过于发达呢，就可能会潜在一些犯罪率会提升。就像我们曾经就是我在来之前就调查，就是说西班牙像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经常会有一些种族歧视啊，或者是一些人身攻击啊，就这种会有一些安全问题，就是晚上可能不太建议就是出门嘛什么的。所以但是瓦伦西亚就不一样，就是我们就是经常会晚上出去遛个弯呀，或者去海滩那边。就是瓦伦西亚是靠海的一个城市，所以你可以晚上可以随时随地可以去那个海滩那边去玩。你们已经成人了相信，然后可以去一些酒吧呀什么的，就是去体验一下不一样的文化，还是一件真的很让人难忘的一种体验吧。瓦伦西亚在给我的印象呢是一个非常惬意而且美丽的沿海城市，大部分的时间都能看到是风和日丽，而且阳光非常的充足。去到那里我们可以体验像划船，而且看特别美丽的日出和日落。同时去到市中心也很方便，我们去那里逛一些当地很有特色的食品店、教堂和一些建筑等等。当然校园风格是特别吸引我的，因为到处它都是很有趣的工业风的设计，还有一些涂鸦等等，很有人文的气息。西班牙人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比较轻松而且有趣的。我们像他们喜欢在下午或者是晚上就和朋友聚在一起去喝下午茶，或者是边看着球赛然后边去喝着啤酒这样。那当地人是十分热情而且很友善的，我们出去的话会遇到一些邻居，然后他们就很热情的会用西语跟我们打招呼。西班牙是一个很有人文气息的国家，不论是在瓦伦西亚还是巴塞罗那，商业和历史的交错在西班牙的城市里都是稀松平常非常自然的。我们长时间待在瓦伦西亚这个海滨城市，
不仅可以专程去海滩见日出日落，感受大海和港口的清新开阔，即使待在家里，你也可以感受到湿润空气带给你身体的舒缓。我的肺比较敏感，在北京尤其是秋冬会一直咳嗽，但一到瓦伦西亚之后我就不再咳嗽了。在西班牙就算没有目的的闲逛也不是什么损失，民间涂鸦艺术家的存在让每一条街都变得独特起来。对我来说就感觉瓦伦西亚是一个特别温馨的城市吧，就是感觉它这个城市它隔个10几20米就会有那种给小孩子玩的那种游乐设施，然后甚至会有那种专门给狗狗玩的那种公园，就是一到了那种节假日，他们或者是下班之后，他们就会带着小孩子啊，或者是牵着自己家的狗狗啊出去玩。然后他们城市中心还有一个很大的公园，有一个格列夫公园，就是全部都是滑滑梯。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就感觉这里的小孩子特别幸福。我当时我的老师其实是非常好的，然后我的是项目是5G 网络，他有一门课，就是当时那个学期是有一门课叫做无线网络，我们北邮是大4上学期会学这门课，所以我当时已经学过了这门课。他邀请我去跟着他去上了也可以，因为他说可能那个课上对我的毕设是有帮助的，然后我就说我听不懂西班牙语。当时我是只会3句西班牙语，就是你好、谢谢、再见。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听不懂，然后这个老师就，我当时想想还是挺感动的，就是他就去跟他的领导申请能不能换成英文教学，然后又跟他们班的同学商量能不能说讲英语，然后就说后来说可以嘛，然后就跟他去上课。当时去上了第1节课，因为我其实不会西班牙语，也不能让老师帮我翻译吧。然后那个老师就让他们班的同学每个人做自我介绍，然后做完下课之后，那些同学还邀请我一块儿，就是分我巧克力吃，然后还问我要不要一块去逛街。反正我感觉就特别，感觉像被接受了一样。反正在我快4个月的这一段经历里，也是没有对我们外国人、中国人有什么歧视的，个个其实都非常的友善。然后实验室的小姐姐还帮我们打西班牙语的客服电话，然后带我们去学校里的健身房骑动感单车。然后中午的氛围也特别和谐，大家每天中午都一起买饭、吃饭、聊天。我们真的受了他们蛮多的照顾，所以西班牙人真的都非常的好。就是感觉我们的项目其实它都不是偏向技术，而是偏向于一些服务业，比如说去帮助一些老人，去帮助一些像一些有智力障碍的一些儿童，就是这些项目会比较有意义。就感觉西班牙人就是特别热情，就是我们项目的老师也好，还有生活中遇到的人也好。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我们去一个店里吃饭，然后看他们的那个 Flamingo 的表演，结果到了最后就变成有一个阿姨上来邀请我上去和她一起去跳舞，然后就没办法就硬跳嘛。这个项目算是帮我确定了我之后想要研究的一个方向吧。因为我本来想要学习的就是像视觉图像啊之类的方向，尤其是对医学图像就非常感兴趣。这次海外毕设就给了我一个实践的机会，最后也发现自己的确完成的也还不错，也的确还蛮愿意继续从事这个方面的学习研究的。所以我觉得能够明确自己想要学习的方向，然后写进我的 PS 里，也是这一次申请季我能申请到不错结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吧。而且因为研究生想要学习的方向一致的话，之后跟西班牙老师的这边还会保持一个非常密切的一个联系，一个沟通。我觉得对我自身的资源啊、人脉啊，还有未来的发展，都是一个非常棒的提升。我在西班牙做海外毕设期间呢，参加了一个叫 Global Game Jam 的游戏创作活动。这个活动要求在48小时内制作出一款游戏。就是由于我不会西语，所以跟主办方沟通了一下，他们就帮我找了一个讲英语的队。那么我们这个队的人就比较有意思了，就没有一个人是西班牙人，有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有意大利的，有巴西的，有印度的，有以色列的，有沙特阿拉伯的。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和这群真正意义上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一起度过一个比较难得的时光。我们大家就是
也有很多的交流。然后最后呢，也跟其中的一个意大利的这个小哥成为了比较好的朋友。在活动结束之后，还就一起吃过饭、喝过酒。所以我觉得这个海外毕设项目对于我来说，除了做项目本身附带的一个意义，就在于到一个不一样的地方生活几个月，这是一个挺难得的经历。在今后的日子里，也不一定再会有像这样的机会，去到不一样的环境，认识不一样的人，从他们的口中再去了解到不一样的世界。我觉得这个体验对我来说还是蛮新奇的。对这个海外毕设项目感兴趣的同学们，在去之前能学一点西语还是学一点西语。能顺利的进行日常沟通的话，会让你在当地的生活变得很方便。尤其是在我们现在在西班牙这个满大街都是各式各样的 bar， 很多时候有看起来很不错的菜品，但是又觉得点餐进去太麻烦，不敢进去吃，所以从而有可能错过很多美食，也是一件挺遗憾的事情。所以学好西语就是对你自己的胃负责。对于这次项目，就是因为疫情原因，我们提前离开了嘛。就是真的太多遗憾了，就是很多想做的事情没有做完，很多想一起去的地方，比如我们的西语课也没有上完，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就是视野特别好，每天早上可以看到日出，可以看到海的房子。我们定了4个月，我们就做好准备要一起在那生活很久，然后就提前回来了，就是很不舍得吧。就希望之后的同学们能够多多参与，然后能够好好享受这一次的海外毕设完成项目，然后也帮我们把我们的一些没做完的事情做完吧。How can I say goodbye? I thought I loved her, I just lost control. Deep in my heart, I knew it all along. I thought I loved her. Now the weight has become old, and I fear what lies below. Fear has taken control. I can't hold my breath anymore. Thought I loved her, I just lost control. Deep in my heart, I knew it all along. I thought I loved her, all wrong. I thought I loved her, that's right. I just lost control. Deep in my heart, I knew it all along. I thought I loved her. I thought I loved her. How can I say
loved her. How can I say goodbye? I thought I loved her. I can't hold my breath any longer. I thought I loved her. How can I say goodbye? I thought I loved her.